狮王抢走了玄冥之池，临走前还将火灵妃的异能锁交给了他。回到玄义子的住所，还没有意识到事态危机的火灵妃一直在炫耀着自己的机甲变身，但一旁的玄义子和天宇却愁眉不展。短短一个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玄义子以为火灵妃肯定有好多疑问想问自己，没曾想后者此刻却只想着早点回家。天宇冷笑了一声，对他说：“狮王抢到了玄冥之池，冥王马上就要复活，到时候整个地球都会被冥界攻占。为了完成接下来的任务，玄义子给火灵妃和胖墩讲起了平行宇宙的知识。原来整个宇宙是由若干平行子宇宙构成的，一般情况下，平行宇宙之间彼此隔绝，无法穿越，但是每隔10万年就会出现维持7天的时空交集，在此期间，凭借强大的时空异能量就可以完成时空穿梭。而狮王就是从第5平行宇宙的冥界穿越而来。接着，在玄义子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地下基地，在这存放着一艘比玄义子还要老的玄武飞船。第一次见到飞船的火灵妃和胖墩对里面的一切都感到兴奋，玄义子却告诉他们，这艘飞船没有任何攻击能力，不过凭借它的时空穿梭功能，足以帮助他们拦截狮王，夺回玄冥之池。另一边，狮王的舰队此刻还在外太空盘旋，旗下的指挥官向他建议，趁着天宇和火灵妃的异能量还没觉醒，一举拿下地球。但狮王表示，玄义子的实力深不可测，只要他还在就不可能攻克地球，所以必须等冥王复活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就在这时，狮王的飞船捕捉到了地球的异能量波动，原来是玄武飞船启动释放出了大量的异能量。狮王马上意识到了玄义子的意图，于是他命令部下在原地待命，自己则先行将玄冥之池送到冥界。狮王走后，为了成功拦截玄义子等人，指挥官不顾生命危险，进入异能推进器来提高本体的异能量。画面回到地球，此时的玄义子已经利用宇宙探测器确定了狮王舰队的位置。随着异次空转移的启动，众人瞬间来到了狮王舰队的面前。然而下一秒，玄武飞船就被敌人的武器锁定。玄义子一声令下，启动了飞船的自动逃逸系统，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攻击。见此情形，狮王部下立即派遣冥界军队出舱迎战，而天宇和火灵妃也启动武装，驾驶各自的闪池向敌人进发。与敌人碰面后，战斗经验丰富的天宇像砍瓜切菜一般，将冥界战士纷纷击退。自知单兵作战敌不过天宇，敌人干脆决定一起上。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天宇再次与凤羽闪池合为一体，释放出绝技幻天诀。不过一旁的火灵妃就没这么拉风了。由于第一次变身作战，火灵妃有点不知所措，敌人一看有软柿子捏，决定先行解决掉火灵妃。火灵妃被敌人打得东躲西逃，而且她还没有掌握好如何控制幻灵闪池，径直飞向了敌人的飞船。幸亏有玄义子远程指导，教会了火灵妃控制闪池的诀窍。主角的悟性就是不一样，马上就对幻灵闪池控制自如了，这也引来飞船里的胖墩连连称赞。玄义子也借机向他讲解异能量究竟是什么物质。简单来说，异能量是宇宙生命体的一种存在形式，相比于非生命体蕴含的核能量，异能量要强大得多，而拥有异能量较多的生命体就可以化身为超兽战士。接着玄义子还告诉胖墩，其实他的体内也存在着异于常人的异能量，而且自身的逃跑能力是一流的，甚至可以在逃跑过程中产生穿越时空的虫洞，一旦得到异能锁就能启动这种力量。两人聊得正欢，强化后的指挥官直奔火灵妃而来。果然，强化后的他战斗力大幅提升，火灵妃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更糟糕的是，他体内的异能量已经消耗殆尽。紧接着，指挥官更是凌空一脚将火灵妃踢倒在地。眼看形势危急，终于轮到我们的巴布上场表现了。原来呆萌可爱的小宠物巴布可不是只会撒娇卖萌，它能够帮助超兽战士疗伤，并且快速回复异能量。此时天宇也冲了过来和指挥官作战，但几个回合下来，天宇明显落了下风，最后被指挥官一脚回旋踢飞10多米远。补充完能量后的火灵妃护花心切，驾驶着幻灵闪池冲向指挥官，但指挥官又是飞起一脚将其踢飞。接着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得不说，第一次变身作战的火灵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熟练地掌握各种战斗技巧，还和身经百战的冥界指挥官打得有来有回，悟性的确异于常人。起身后的天宇也重新加入了战斗，两人合力将指挥官击倒。同伴见状发动了秘密武器，用飞船向指挥官体内注入了异能量。再次获得加成的指挥官更加勇猛，一人一只手就抵挡了火灵妃和天宇的进攻。玄义子见情况不妙，催促火灵妃释放绝技火云诀，但初次作战的他不懂得怎么释放绝招，一顿操作下来，不仅指挥官毫发无损，反而将天宇推到了黑洞边缘。危急关头，火灵妃终于醒悟，驾驶着幻灵闪池救下了天宇，并成功释放出了绝技幻天诀。指挥官也在落地后被炸得4分5裂。另一边，回到冥界的狮王见到了其他3位护法。随着玄冥之石的嵌入，玄冥之关被开启，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迸发，就连身处第1平行宇宙的玄义子都感受到了冲击。冥王的复活吹响了冥界军团总攻的号角，几十艘战舰向玄武飞船袭来。面对蜂拥而至的冥界战舰，玄义子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而船舱外，莽撞的火灵妃打算擒贼先擒王，先消灭敌人的主战舰，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火灵妃根本无法靠近敌人，而且
以他现在的异能量，连敌人的战甲都打不穿，唯一能赢的办法就是进入到超兽状态。可初出茅庐的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而后疲于奔命的火灵飞误入敌人的炮火中心，幸亏天宇及时赶到将他救下。紧接着敌方战舰启动360度死光网，目标毁灭率达到100%。危急关头，玄翼子利用船长导控系统开启了2级防御系统，并同时准备进行短程翼次空转移。眼看敌人的炮火向火灵飞和天宇袭来，千钧一发之际，玄翼子成功启动短程翼次空转移，将2人救下。气急败坏的敌人继续对玄武飞船发起猛攻，对此玄翼子只能利用飞船的自动防御系统进行紧急应对，但最多也只能坚持5分钟。而且敌人还对玄武飞船的移动位置进行预测，好在飞船自身防御能力比较强，能暂时抵挡一阵。可敌人的火力不断增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胖墩建议再次使用翼次空转移逃离现场，但天宇却告诉他，如果此刻逃跑将使地球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视野下，到时候整个地球都会毁于一旦。现在只有进入超兽武装状态才能解救众人。于是火灵飞开始释放体内的异能量，然而以他现在的身体根本扛不住炽热的能量冲击，眼看飞船的防御屏障就要被击破，玄翼子输入密码，从主控制台取出了胖墩的异能锁，亲手交到了他手中。接着玄翼子更是将玄武飞船的船长之位传给了胖墩，之后他缓缓走向发射台，并嘱咐众人以后的路要靠你们自己走了。能够看出，此刻的玄翼子已经决定要与敌人同归于尽。随着发射塔启动，玄翼子出现在了冥界舰队的面前，他将拐杖丢到空中，化为一个巨大的能量球，不断吸收着敌人炮火释放的异能量。能量吸收完毕后，玄翼子释放出无数个空间球，将敌人团团围住，每个空间球之间还被能量带连接，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空间。随着玄翼子大喊一声圆空灭，直接将自己和冥界军队关进了圆空间。与此同时，胖墩驾驶着飞船带领众人穿越到了第2平行宇宙，而冥界之中，冥王的4大护法目睹着眼前的一切，感叹玄翼子可怕的实力，放眼宇宙无人敢直接面对此招。同时冥界也捕捉到了玄武飞船穿越至第2平行宇宙的消息，蟹王龙吟主动请缨，要去组织几人的下一步行动。